朋友们，大家好！这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得过这个新冠的这个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哈，其实我们一家人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全家人都已经就是感染过这个新冠。咱们国家都已经大部分地区都全面开放了嘛，都会面临着可能性的会去做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很多人都会处于这个焦虑的状态，或者说得了新冠，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对这件未知的事情有一些的恐惧，有一点点的焦虑。我就想把我们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些我们在自愈的这个期间当中自己是怎么样的调养的，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我发现我们家就是得的，就是第一个人得的就是我家那个黄金神，就是叫他讲，他是第一个中招的。接他放学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在路上的时候有一点点干咳，咳完了之后晚上的时候发烧到40度，那个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是一夜没睡，就是陪着他。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了，我说这估计可能是就是感染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他，然后还有我家女儿一起去医院去检查了嘛。那个时候就是到日本医院去检测这个是不是得新冠，是不是阳性或者是阴性啊，要在车里面去做这个测试。大家以前看我这个视频哈，也看过，只要你发烧了，你就要在车里面等待这个测试。然后当时打工仔还去上班了，一般都是等5分钟出结果，那一天大概等了10几分钟，而且不是那个工作人员到我车旁边来说，他到我车旁边来说基本上都是阴性。结果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你家孩子阳性了，然后跟我说了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反正当时脑袋瓜子是嗡嗡的，就是也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给孩子爸爸打电话，让他赶紧从公司回来，因为我们都是浓密接触者嘛。结果他们公司就是挺奇怪的，就是也不是让他立马就从公司回来，也不就是马上就做隔离嘛，他们就是说你得到中午的12点，就是开完这个会议，然后你再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不是很重视这件事的这个态度。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就说你赶紧回来吧，别把别人也传染了。当时我们两个想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是说这个病有多可怕，是觉得哇塞，我们大概有10多天不能出屋啊，这个是我们想到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点。我们就开始了自己在家里面居家隔离。居家隔离就是这样的，我跟打工仔都还是没有反应的。我儿子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小朋友中招的情况下啊，你们一定不用担心，小朋友他自愈能力特别强。以我身边的这个所有的经验朋友，他们就是感染了之后的这个经验，我告诉大家，小朋友3岁4岁左右的小朋友啊，就是我所知道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发1夜的烧，第2天就生龙活虎了，就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基本上就痊愈了，就跟健康的人没啥区别。所以说小朋友如果中招了，你们就不用太担心。主要严重的就是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就是比较严重。我跟打工仔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没法隔离嘛，然后我们一家人，大概我是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是得知我儿子得新冠之后的第3天的时候，我们俩开始出现反应了。刚开始我们俩还挺嘚瑟，你看我这身体状况好吧，我一点事都没有吧，就是那种还挺嘚瑟的。然后呢，开始到第3天了，我就开始反应了。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得的是叫什么来着？老妈，那叫什么来着？对，我们得的是那个奥密克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症状啊，反正我的症状特别大一点，就是身上的那个肌肉特别的酸疼，要比你普通感冒、普通的那个病毒性感冒身上的酸疼的程度更大一些。咳吧倒是还可以，不是咳的特别严重。如果你不是老是说话的情况下，咳的这个还可以。我们就是多喝热水，多是喝一些温开水，你加点 VC 的话更好一点。然后嗓子疼的时候，我就吃点那个龙角散的糖，含到嘴里面，
还是蛮舒服的。主要就是症状特别严重的就是身上特别的酸疼，然后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想睡觉，特别的想睡觉，困的都不行了。我大概是发烧发了有3天左右，我是37.8度这么一个温度哈。打工仔好像没怎么发烧，他就是症状也跟我差不多吧，好像他咳的比较严重一点，基本上是没吃什么药，我吃的是感冒药，我就吃了点感冒药。然后他不知道从哪里啊，他们同事还挺仗义的，给他弄了点什么。就是新冠治疗药，那个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啊，反正我们俩就吃了一点，退烧药什么的都没吃。还有一个在饮食方面哈，希望大家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千万不要吃那种高蛋白的，然后营养特别高的那个东西，根本你的身体就消化不了。这个时候你就吃点清淡的，煮点面条啊，吃点稀饭呐，主要是把水分给它供足了，水分供足了，然后你排的多了，这样的话你新陈代谢的话就是快一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经验给到大家，基本上到7、8天的时间，我们都已经全部都康复了。总体来说，要比你得一个什么肺炎呐、一个这种支气管炎呀要好得多。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家女儿得了那个支气管炎，小孩那可是太严重了，比这个太严重了。所以说大家也没有特别大的焦虑，自己多准备一点感冒药，还有一些这个补充水分的，补充你身体这个盐分的。还有一些治疗嗓子，就是让嗓子舒服一点的这种常备药。黄音乐没对。黄音乐对，就是奇怪的，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做了那个 PCR 检查，然后就是黄音乐，就是我们家最小的那个小朋友，他没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生活到一起啊，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可能就是无症状吧，估计也是感染了，但是我们就是查了之后他没得，反正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就是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主要就是把日常的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给它调养好了，不要有太大的一些基础病之类的东西，大家都是康复很快了。再给大家最后说一下，就是你感染之后在日本的福利吧，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其实我们两个是不知道的，这个福利哈，我们俩是没有享受的。根据身边的这个朋友来说哈，因为我们工厂也有那些日本人，他们得了这个新冠，因为他们接触这个日本的这个信息比我们要更快嘛。如果你得了之后，我们当时就是一些物资呀，一些吃的东西啊，因为都是居家隔离嘛，让朋友买到我们家门口，然后放我们家门口，然后给到我们。其实这个时候你都根本就不用买东西，你就在网站上自己申请一下，然后有一个这个国家补助的一个给你的一周的1个星期的这个牛奶呀、鸡蛋呐。所有的这个吃喝的东西，它全部一个大礼包，直接派政府的工作人员送到你家里面。就这样的，但是我们两个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小朋友这不是大概有1个星期10天的左右没有上学吗？他们把所有的这个上学所需要的这个学费的这个1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全部都是退还给我们了。这个期间是每一天都需要在这个日本的他所要求的这个网站上登录你每天的状况，你的这个体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很自觉的戴好口罩，这个也是希望咱们朋友也是要把这个口罩戴好，这个是防护的第一步，对不对？保护好自己啊。妈妈说就是得过了就不会再得了，就是其实得过了就是不容易再得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大概是5月份得的，你看现在都一直都是生龙活虎的。然后大家很重要的一点啊，关心的重要一点，有没有后遗症？这个没法说，你比如说你平时感个冒发个烧，那也有后遗症，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不用太焦虑，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吧。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家人，严格遵守国家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指标。